路透社报道，美国气候特使凯瑞今天参加联合国视讯活动，代表美国在上一任川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107天后，正式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凯瑞表示，将与各国一起并肩，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美国驻英国及驻意大利大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联合国气候目标及解决方案特使彭博等也都参加了这一活动。这项于2015年在巴黎谈成的协定，有近200国签署，目标是预防灾难性的气候变迁后果。美国原本也是签署国之一，但前总统川普声称气候行动不利于经济，于任内退出。美国至今是唯一退出这项协定的国家。拜登于上月20日就职总统后首日就下令重返巴黎气候协定，这一行政令经过30天后正式生效。拜登曾承诺要在2050年之前让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净零，即排放量可与回收量相抵消。科学家认为这个目标符合目前所需，但全球排放量必须在2030年之前减半，以避免全球暖化造成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凯瑞正与拜登的国内气候顾问吉娜麦卡锡草拟新规范及奖励措施，加紧部署洁净能源、从化石燃料转型的工作。连日来的暴风雪不仅导致德州大面积停电，也让一些地方的自来水管线结冰，数百万民众过着没有水、没有电和天然气的生活。德州民众各出奇招，抵挡100年罕见的酷寒天气，有的把阳台上的积雪放进水壶中煮开作为饮用水，有的居民把雪融化成水用来冲厕所，有的不得不冒着严寒在户外烤肉，绞尽脑汁将日子过下去。德州一些超市纷纷出现民众大排长龙的场景，超市也面临食物、热食与生活用品短缺等问题。德州州长艾伯特将矛头指向德州电力可靠委员会失职，没能为暴风雪做足准备，导致民众没水没电，日子只能在黑暗与饥寒交迫下度过。拜登总统计划下周赴德州慰问民众。由于美国中西部近日被冬季暴风雪掩盖，加州新冠疫苗的预送也被暴风雪阻挡。湾区纳巴县还没有收到本周应该到达的疫苗，因此部分民众第2剂疫苗的接种预约不得不延后。圣马刁县也在等待一批14200剂的莫德纳疫苗，马连县有大约3500剂莫德纳疫苗迟迟未到。好在他们还存有一些疫苗可供紧急使用，但仍然必须取消约300个预约。旧金山的疫苗运送也出现一些延误。圣塔克拉拉县发言人表示，他们还未收到一部分莫德纳疫苗。白宫发言人沙奇18日表示，联邦政府正在解决疫苗运送延误和取消的问题，方法包括将预定的交货时间提早，或在周末之前增加出货量。毅力号火星探测器于美东时间18日下午在火星安全着陆。2020年7月30日从佛州升空，飞行了约2亿9300万里的毅力号，一直由2层保护壳构成的飞船载送。昨天着陆火星后，将完成一系列预定工作，例如寻找火星上面是否有生命迹象，收集岩石与土壤标本，探测火星地质，并试验可否从大气层制造氧气，供未来太空人登陆火星之用。同时还会放出一架无人驾驶小直升机，探测器本身则留在火星探测1整年。毅力号火星探测器此次探索的主要目标是火星赤道北边49公里宽的吉泽罗坑。科学家认为35亿年前这一带是河流汇集的湖泊，可能仍有有机碳层残留。毅力号昨天降落后，很快就发回了第一张照片，比起以往获得的照片更清晰，滤镜上的尘土比较少，说明精确确定点着陆做得非常好。毅力号的成功着陆得益于不少华裔工程师、科学家的努力，例如华裔主管严正、
负责驾驶和操控火星车的机器人界面和可视化小组。他和团队给着陆器模拟了300种状况。华裔首席工程师彭家燕主要负责模拟着陆系统开启时被称为恐怖7分钟的最后1分钟。研证预计约再过2天，降落过程的视频会传回地球并公布。这是第一次在降落器上安装了摄像头，可以看到整个降落过程。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的初步估计，2020年上半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减少1年，这是自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降幅，并且处于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准。CDC 表示，尽管这项估计是初步的，无法反映2019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的全面影响，但这是该机构首次发布初估数据，以评估2020年超额死亡人数的影响。超额死亡人数是预期死亡人数与实际死亡人数之间的差距。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阿里亚斯说，这是自2战以来的最大跌幅。目前美国人平均预期寿命为 77.8 岁，2019年为 78.8 岁。非裔人口的预期寿命下降 2.7 年至72岁，是所有族群中降幅最大的。白人人口预期寿命降为78岁，减少将近1年。拉丁美裔人口的预期寿命为80岁，比以往下降了 1.9 年。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人口卫生系系主任古雷维奇说，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强烈影响，将使预期寿命恢复到大流行前水准的速度变慢。台湾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表示，从20日起将展开一场公益之旅。他强调这不是什么起手式，而是他卸下公职后一直想做的事。由于韩国瑜不久前曾劝中广董事长赵少康参选国民党主席，也有赵韩结盟的说法流传，韩国瑜的动向备受外界关注。他今天在脸书发文宣布，20日起展开的公益之旅将在韩国瑜的官方 YouTube 推出韩先生来敲门系列影片，希望大家订阅追踪。韩国瑜说，2020年他不断思考自己还能为这片土地、为辛苦的百姓做些什么。他发现能够回馈社会最好的方式就是身体力行，亲身走遍每个角落，倾听每个需要帮助的声音。他很确定的是，以后无论做什么，只要可以帮助到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他都愿意张开双手，成就敲门后的一盏微光照亮。中国中央电视台今天上午突然无预警公布了一份烈士褒扬令，他以追赠授勋的形式，透过军事节目表彰了5名在嘉乐万河谷冲突为国伤亡的军中英雄。他们当中有4人阵亡，另外1人虽然生还，但身负重伤。2020年6月，中国解放军在中印边界喜马拉雅山脉的嘉乐万河谷与印度边防军爆发冲突。在这次交锋中，印军在第一时间证实20名将士阵亡，是继1975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双方死伤最惨重的暴力冲突。但中国方面一直没有公布死伤情况。印度军方随后在48小时内证实至少有20人死亡，76人轻重伤。中印两国的外交关系因这一事件降到谷底。然而，中方除了反控印军越界挑衅后，一直对己方伤亡情况保持不发一语。仅有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透过推特对外媒放话宣称，中国也有人在河谷伤亡。几家第一时间报道中方战损的官媒，包括《环球时报》在内，都陆续以未经官方核实为由，撤回了解放军的伤亡数字。